夫君战死后，婆母命大哥肩挑两房，又劝我为夫君着想。玄义是为国尽忠才牺牲的，万万不能因此断了香火。我咬牙应下。可2年后，夫君死而复生，携妻儿回家，见到我怀中的孩子，他怒骂道：“我才死了2年，你竟然就这般耐不住寂寞，连大哥的床都爬。”婆母眼神心虚，不愿替我解释。大哥怨我玷污他的清白，更是添油加醋的污蔑。我哭干了泪，不仅没等到夫君的谅解，反而被当成自甘下贱的娼妇，连下人都可以随意羞辱。我的儿子也成了沈家人人嫌恶的野种，最终陪我死在了2月隆冬之时。无人问津。再睁眼，我重生到夫君战死之日。这一世，我不要再为沈家蹉跎一生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荣叔，你愿意为玄义生个孩子吗？手指微微发颤，我下意识抬头。婆母双眼通红，却满脸期待。你是玄义明媒正娶的妻子，难道连这点要求都不愿意答应吗？我没有说话，只是扭头看向沈怀里。答应肩挑两房的是他，此时他却双拳紧握，一副忍辱负重的模样瞪着我。原来一切都是有迹可循的，可前世我却沉浸在沈玄义战死的悲伤中，无暇顾及，以至于沈玄义归来时，我竟还妄想他们会为我解释2句。可是没有，婆母放弃我，沈怀里怨恨我，我成了沈玄义眼中自甘下贱的娼妇，只是一面竟想当众掐死我的孩子。裴荣叔，你不是一向最清高最守规矩的吗？这才2年，沈家的脸都被你丢光了。多年不见，许他另觅温柔乡，却容不下我为他受尽委屈生下孩子吗？他在外有妻友，生活美满。我呢？我忍辱负重，生下孩子，冒着天下之大不韪成全沈家，我又做错了什么？我红了眼，哭着和他解释。可任凭我说破了嘴皮子，沈玄义还是嫌我脏。他将我留在沈家，却把我从花团锦簇的院子赶到了年久失修的偏僻小院。我和沈玄义的情分好似从未存在，他没有来看过我，也不曾问我这些年过得如何。他纵容下人羞辱我，将我的孩子视为眼中钉，连他心尖上的女子路过险些摔倒，他也能将罪名按在我们头上。我好心让你留在沈家，你却想害清河，裴荣叔，你简直恶毒。他抱着宋清河扬长而去，一举一动皆是小心翼翼，眼中更是呼之欲出的柔情，却命我和孩子跪在院外赎罪。可2月隆冬，我衣衫单薄，又如何挨过这漫漫长夜？只是可怜我的孩子，生前被人不喜，死前却要和我遭同样的罪。死时他不过1岁，老天给了我重生的机会，那我就绝不会重蹈覆辙。我深吸口气，强忍悲愤，朝婆母轻轻摇头，我不愿。我和夫君尚未同房，求婆母应允，让荣叔带着嫁妆归宗，自此我和沈家两不相干。婆母脸色大变，身体踉跄，却以沈玄义是战死为由，不肯放我离开。他说我这一走，定会背上无情无义的罪名，又说我和沈玄义是正经夫妻，何该为他守节？只要3年，3年后你若生下孩子，我便不再拦你。我不解，让大哥大嫂的孩子过继一个到夫君名下，不是更好吗？大嫂身体康健，前世便生育了3儿1女。既然沈怀里为他洁身自好，比起肩挑两房被我玷污，这个提议想必他不会拒绝。然而不等婆母回答，沈怀里脱口而出：不行，我和柔儿的孩子怎么能认2弟为父？说完，他似是鼓足天大的勇气，黑着脸同我说：我愿意肩挑两房给你一个孩子，可是其他的你休要妄想。婆母应和点头，说我日后有了孩子，生活便有了盼头。2人一唱一和，不容我拒绝。我笑了，眼尾泛红。本以为前世是我识人不清，自作自受，可直到此刻，我才恍然醒悟，什么孩子什么守节，他们何曾在意我的想法？原来不管前世我是否愿意，婆母都没想过放我走。她自是不忍沈玄义无后，却又不想和沈怀里夫妻闹僵关系，便要我为了个孩子委曲求全。前世我从怀孕到养孩子，她从未出过半分力，美其名曰谁带的孩子和谁亲，
这孩子是你日后的依靠。我大着肚子，双腿浮肿时，他没来看过；我受惊早产，痛了一天生下孩子时，他也没有一句安慰，却又在孩子生病时责怪我笨手笨脚，连个孩子也照顾不好，你可对得起玄义？为了这个孩子，我受了那么多苦，凭什么？婆母若是不让我走，今日我便一条白绫吊死在大门口，让天下人都来看看你们沈家是怎么逼死我的。我面不改色，态度坚决，双眼直勾勾地盯着婆母。沈怀礼是文官，罪重轻狱，闻言第一个反对。婆母犹豫片刻，却也只能在沈怀礼的哀求下点头同意。死人到底比不过活人，可惜我这一时才明白这个道理。离开的过程太过顺利，以至于我被爹娘拥入怀中时，还是那般不真实。前世我深陷泥潭，无法脱身，这一世我早早归家，又缠着婆母立下文书，日后就算沈玄义死而复生，我也无惧。住了几日后，沈家报丧报到了我家，我不想去，可夫妻一场，若是不去，只怕会影响爹娘的名声。因此这日，我再一次踏入沈家，在沈玄义的灵堂前上了3炷香，却没掉一滴眼泪。一人本就对我争议不断，沈怀礼趁机发挥，一句凉薄无情，又将我推到风口浪尖。肩挑两房的计划落空，他该是高兴的，如今瞧着像是又怨上了我。沈大爷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他冷哼一声，指着沈玄义的牌位怒斥道：我弟弟一死，你就迫不及待归家，如今又假惺惺来吊唁，我才要问你安的是什么心。他双眼瞪得滚圆，我们沈家自认待你不薄，结果你就这般薄情寡义。如果我二弟泉下有知，该得多伤心啊！一人总说死者为大，沈怀礼不惜在灵堂前朝我发难，引得来吊唁的众人议论纷纷。都说沈家二爷和裴小姐两情相悦，结果人才死，这裴荣叔就跑了，真是无情无义。沈玄义可是战死的，是为国牺牲，裴荣叔本就该为他守节，也就沈家宽厚，竟也肯让他归宗。裴家的教养实在堪忧，和这种人家结亲，简直是倒了8辈子霉。莫不是在外头有情郎了，否则怎么会这么着急归宗？如同恶鬼低语，却是沈怀礼乐见其成的。他唇角微勾，冲我挑衅一笑。我心中波澜不惊，爹娘却红了眼，趁我还在愣神的功夫，将我严严实实地护在身后。我家荣叔和沈玄义还未同房，怎么就不能归宗了？难不成你们要他守一辈子寡才甘心吗？爹娘护女心切，前世便因为我被沈家拖累致死，双双郁郁而终。这一世，我又怎么忍心让他们独自面对这些，躲在他们的羽翼下当缩头乌龟呢？我站了出来，轻轻按下爹娘不安的双臂。沈大爷只怪我着急归宗，怎么不说沈家逼你肩挑两房，强迫我和你同房？这事并不光彩。沈怀礼不过是笃定我要面子，不会当众说出真相。可我连归宗的骂名都忍的，区区同房2个字又怎么会说不出口？果然被当众戳穿后，他恼羞成怒，涨红了脸。婆母这才慢悠悠抹着眼泪为他开脱。肩挑两房是我提出来的，我也只是不想让玄义断了香火，想让荣叔下半辈子有个念想。谁知道婆母欲言又止，却给了沈怀礼极大的底气。母亲一片好心，怎么能是强迫？更何况看在二弟的面子上，我就算再不愿也同意了。你是二弟明媒正娶的妻子，为他传宗理所应当，所以沈大爷不惜肩挑两房，也不肯把你们的儿子过继给沈玄义。我试探问道，沈怀礼却明显被戳中心事，脸色铁青，眼中杀意恨意浓烈。沈怀礼，一人皆说你光风霁月，公子如玉，沈玄义武功高强，勇猛无双。可在我看来，你们沈家就是一群败类，你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伪君子。我咬紧下唇，心里恨意翻滚，让我险些喘不上气。前世他说我为污点，同房时把满腔的屈辱都发泄在我身上，横冲直撞，半点不顾我的感受。我痛得没忍住，想让他慢些轻些，却被他当成耳旁风，换来的只有更厌恶的眼神和更痛苦的对待。连婆母也劝我忍，可忍来忍去，我得到了什么？不肯过继的是他，愿意肩挑两房的也是他，可被人嫌弃，落得个生不如死的下场却是我。
前世种种，他们沈家哪里当得起一句宽厚？我睁大双眼，强忍泪意。这一世，我定要亲眼看着他们跌入泥潭，如我前世一样，生不如死。我在灵堂前撕下了沈家的遮羞布，至此已经是不死不休的局面。连沈玄义下葬，我们也没去。至今已经有半月，我鲜少出府，更多的是待在自己的院子看看书，绣绣花，有时陪着爹娘说说话。伺候我的丫鬟春意同我一起长大，也是我带去沈家的陪嫁丫鬟，如今却总是摇着头说我变了。哪里变了？从前小姐哪里是这么文静的性子，如今却宁肯绣花也不愿玩闹了。春意脸上是道不尽的怜惜。我停下手中的动作，轻轻抚上春意的脸，鲜活的，红润的，不是前世为我殉葬，硬生生捅死自己的傻样。真好。我眨眨眼，笑骂他见不得我好，竟敢怂恿我当皮猴子。只是连春意都这么觉得，爹娘又岂会放心？趁清乐郡主设宴，我娘一早就拽着我梳妆打扮，势必要让我光彩夺目，好重新寻个好婆家。只是我归宗一事闹得沸沸扬扬，就算不打扮，注意到我的人也不少。首当其冲的就是沈家了。沈老夫人领着大儿媳妇阴柔淬了毒一样的眸子直勾勾落在我身上。这才半月不见，没想到荣叔脸色就这么好了。不像我这老婆子，先是失子之痛，又是被人背叛。若不是我这好儿媳见不得我难过，拉我出来透透气，我怕是要寻我那小儿子去了。他拍了拍阴柔的手，看似夸奖，实则处处打压。在场的没几个傻子，接话的并不多，只是总有几个和沈家交好的，偏要当这个捧臭脚的角色，叫人生厌。就连阴柔，许是因为我骂了沈怀礼的缘故，前世对我冷淡至极的性子，这一世竟也怨上我。只见他顺着沈老夫人的视线，在我身上打量一圈，捂嘴嗤笑。裴小姐自然是人逢喜事爽。沈家的丧事，我的喜事。前有沈怀礼欺辱我不说，这回连阴柔都巴不得给我安罪名，果真蛇鼠一窝。若是之前，我定会反驳。可今日是在郡主府，清乐郡主早些年嫁人，夫君英年早逝。他归宗时也遭了不少白眼，最见不得同他一样的女子受辱。果然，下一秒就看到清乐郡主身旁伺候的2个侍女，给沈家婆媳一人赏了一耳光。沈家可真叫人长见识。清乐冷笑出声，当场就把沈家婆媳赶了出去。她是皇帝最疼爱的侄女，亦是如今京城贵女追捧的对象。沈家婆媳触了她的眉头，日后其他贵女就算再想和他们交好，也得顾虑清乐郡主。2人知晓其中厉害，顿时吓破了胆。沈老夫人当场就被气得面红耳赤，晕倒后不省人事。阴柔则顶着众多异样的目光，带着沈老夫人落荒而逃，惹得在场众人哈哈大笑。我娘长舒一口气，念叨着郡主明理，一道炽热的目光如影随形。抬眼的瞬间，我对上了郡主的目光，只见她唇瓣轻启，好像在说：“裴小姐准备如何感谢我？”说来也是缘分，前世沈玄义死后不久，清乐就曾劝我归宗，只是那时我固执的厉害，总想着少年情谊，想着脸面不能丢，不仅没听清乐的劝说，反而葬送了自己一生。这一世他在同一个时间和我偶遇，却是赞叹起我的洒脱。我还以为你会继续留在沈家，替沈二爷守寡，那才是愚蠢。我笑笑不说话。清乐又自顾自说起来，他说他那时没有我想得开，留在夫家本意是想替夫君照顾家人，谁知他们却把死因归结成清乐克夫。被打被骂是小，他的婆母更是诅咒他不得好死。直到他小产，唯一的孩子没留住，他才幡然醒悟。如今我过得很好。说这话时，他笑得格外灿烂，和前世对我恨铁不成钢时的模样逐渐重合，叫人莫名心疼。此刻他又在宴会上公然替我撑腰，说不感动是假的。其实同他交好，我存了3分私心。我爹只是5品翰林学士，比起如今虽然官居6品，却一代从文的沈怀礼而言，并无多大的威慑。更何况来日沈玄义回归，凭借军功被封为正2品大将军，裴家更是危险。因此我总对清乐心怀愧疚。
在他问我想如何感谢时，我索性将自己卖给了他，半是玩笑，半是认真。我们对视一眼后，没忍住笑得前仰后合。我说到做到，宴会后几乎日日拜访郡主府。我们会分享喜欢的书，会谈起自己的理想，会乔装成男子去烟花柳巷逛一圈，然后紧张兮兮地从后门溜出去。他小产后落了病，一到下雨天就浑身难受。我亲自拜访太医，又学了一套按揉的手法，一到下雨天总要亲自给他揉一揉。只是身份使然，这手法后来被我交给了那些伺候他的侍女。裴荣叔，你可真厉害，感觉你什么都会的样子。他眼里流露的欣赏十分真诚，诗词书画、刺绣抚琴，就连医术也学了个皮毛。我自己也是一惊，难不成我是天才？清乐白了我一眼，却将这事放在了心上。他年长我几岁，幼年启蒙开始就是由当今大儒亲自教导。在他的引荐下，我有幸继续学习，至此郡主和我的关系又变了。我喊她师姐，她叫我好师妹。从前是我想方设法讨好她，如今倒是反过来了。皇帝御赐的南海珍珠，他转手就送给我，这珠子我有好多，你是我师妹，给你就收着。皇后唤他进宫，他也要带着我，你是我师妹，师姐领你见见一面。清乐的父王慎亲王回京时，清乐也要带我拜见，你是我师妹，我父王就是你父王。乖，快喊声父王试试。这属实是我没想到的。左边是清乐嬉皮笑脸，对面是亲王慈眉善目。最终我被吓得哑口无言，惹得两人捧腹大笑。清乐甚至戳着我的额头，骂我傻子，这么好的机会，有多少人抢破了头？这日子太过幸福，以至于2年时间一晃而过，我竟险些忘了还有个沈玄义。又是1日要去郡主府时，我被死而复生的他拦了下来。裴荣叔，短短2年你都等不了，你对我可有过半分真心？沈玄义风尘仆仆，一身狼狈，张口便控诉我的无情。在他口中，他是忍辱负重，为了家国大义消失2年的英雄，而我是薄情寡义，不顾及一点情分的负心人。这些年我无时无刻不在牵挂你，可你的是怎么对我的？裴荣叔，你有何解释？沈玄义眼眶泛红，容貌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，因此不消片刻就被人认出来了。众人一惊，看起了我的热闹。真是稀奇，这沈二爷不是死了吗？居然又活过来了。听他这话的意思是立了大功呀。也不知道裴家小姐会不会后悔，当初沈二爷刚死他就跑了，现在不会看到人活了又眼巴巴回去吧？也说不准，沈二爷日后肯定飞黄腾达，裴老爷只是五品官，这日后肯定还有好戏看。沈家这时运可真叫人羡慕。我大概能猜到沈家是如何说的，左不过就是隐去他们的算计，光捡我的错卖惨。可沈玄义和我青梅竹马，最是清楚我是什么样的人，如今却不管不顾，当众让我难看。我冷冷扫了他一眼。沈玄义，你又好到哪里去？你消失2年，却已经娶妻生子，怎么只许你在外潇洒，不许我离开？他藏着掖着的事，自是没几个人知道。因此被我捅穿后，沈玄义脸色煞白，竟连话都不会说了。他瞪大双眼，满是疑惑。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，你我缘分已尽，别再缠着我。前世他是我如洪水猛兽，连我趴在地上求他让我吃顿饱饭，他也不肯，反而拍了拍被我碰到的地方，重重吐出3个字：脏死了。本以为他只是自尊受损，对我应是没什么感情了，可我抬脚要走，却被他死死拽住。荣叔，你是不是生我的气了？他举起3根手指头，我发誓，我爱的人只有你。只是我那时受了伤，是清河救了我，我实在没办法这才。荣叔，你信我，战事一结束，我就回来找你了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这一道对男人总是宽容的。沈玄义为了报恩和他做夫妻，生孩子是一段佳话，甚至连他自己都不觉得有错。可报恩，难道只有做夫妻才能报恩吗？说来说去，要不就是图色，要不就是图财。他真以为我还是从前那个裴荣叔吗？我静静看他，在沈玄义以为我回心转意之时，甩了他一巴掌。我揉了揉手腕，你如果真的爱我，为什么要隐瞒那对母子的事？
你如果真为我着想，为什么只听信沈家人的一面之词，就让我当众难堪？沈玄义，不要把你自己也骗过去了，你们沈家没有一个好东西。我做的最正确的事就是归宗，就算你没死，我也是要和离的。直到此刻，他终于反应过来，顾不得脸上的痛，他死死捏住双拳，承诺会给我一个交代。目送我离开后，他直奔沈家，是要查个明明白白。沈玄义杀的人多，一身血气是怎么也藏不住的，生气时更是让人瘆得慌。他一个逼问，沈老夫人该交代的也就交代了，余下的他随便找几个下人问一问，便都知道了。只是我并不在意，一心只想着今日的作业。赶到郡主府时，对上清乐打趣的目光，我后背一阵发凉。荣叔，沈玄义没死，你有什么感觉？虽说沈家人都不是好东西，可他看着倒是还行。你如果……沈家人一个德行，我没想过回头。况且你真不知道他带回来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。清乐本事大着呢，我可不信他不知道。果然，我话音一落，他一脸欣慰地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还说会替我出这口恶气。因此，沈玄义次日被封为正三品将军时，我几乎不用细想，就猜到是清乐的功劳了，不由得失笑摇头。以他的军功，被封2品才是正常，可如今只有3品。骄傲如沈玄义，此时肯定如蚁虫似咬般，浑身难受。我和清乐的关系，想必此时他也知道了，找上门来也不过是时间问题。可我没想到会这么快。从郡主府回家已经是傍晚，爹娘说沈家来的一个女人一直不走，就坐在会客厅等我。重生后，我以为不会再和宋清河有牵扯，结果他倒是主动。刚一碰面，他就朝我跪下，银白的脖颈一览无余。姐姐，夫君对我只是为了报恩，他心里只有你。我知道你容不下我，只要随便给我个地方住就好。只要姐姐能和夫君重归于好，不管让我做什么，我都愿意的。我捏起他的下巴，一串泪珠子就顺着脸颊砸在地上。他总是这样，永远柔弱，永远一副为沈玄义着想的样子，却能不费一兵一卒当上沈玄义的平妻，成为名正言顺的将军夫人，顺势成全他的美名。就连当初院子外面那一摔，他也极力替我开脱。姐姐不是有意的，是我自己不小心，夫君不要怪罪姐姐。沈玄义最吃这套了，闻言连查都没查，就急着让我给他的心上人赔罪。只是我始终不明白，我和他有什么仇，有什么怨，能让他不惜大费周章也要让我死？清河姑娘，你很讨厌我吗？姐姐说笑了，她笑得勉强，脸上一闪而过的嫉恨是我没想到的。我勾起唇角，可是我很讨厌你呢。所有和沈家有关的人，我都恨不得食其肉，寝其皮。宋清河猛然抬头，瞳孔紧缩，脸上血色尽退。我甩开他的下巴，赶他出府。当晚便命春意散播沈玄义和宋清河的风流韵事，又收买了几个沈家的丫鬟。就像清乐曾经说的，有仇不报非君子，伤害他的那家人死的死，残的残，属于沈家人的报应又怎么会迟？次日，街头小巷便开始流出沈玄义消失2年是为了和宋清河相守的传言，听的人多了，这事也就成真的了。如今人人都道沈玄义是个情种，却又可怜我受到蒙骗，之前对我不利的传言也被此次的风波压下。宋清河若还想像前世一样当上将军夫人，碍于流言，沈老夫人第一个不答应。与此同时，府里的下人事事寻找机会，在沈玄义面前添油加醋地替我委屈，左一句被沈老夫人逼迫生子，右一句被沈怀里强迫同房，就连他还未回来时，殷柔那句阴阳我的喜事也被扯了出来。1次2次他能忍住，可听得多了，难免会有想法。更不用说最开始本就是他们隐瞒在先，兄弟2人的嫌隙悄然出现了，就连面对沈老夫人，沈玄义都生出了2分怨怼。大哥，当日若是你同意把一个孩子过继到我名下，荣叔怎么会被你们逼走？我们是亲兄弟，你宁肯肩挑2房委屈荣叔，都不肯牺牲一下。区区一个称呼，那时我都死了也不会和你抢孩子，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呢？报信的丫鬟学着听来的话，绘声绘色的表演。听说那晚沈家兄弟2个闹得不可开交，
不少下人都听见了，就连已经歇下的沈老夫人也被惊动，却在劝架时被两兄弟同时针对。沈怀礼怪他性子急，非要提出肩挑两房，逼走了我，若是过2年再说，事情也不会闹到这般田地。沈玄义怪他偏心，明明只是过继个孩子的事，却要我受委屈。沈老夫人被气倒，一病不起。府里的钟馗自然也就成了阴柔全权管理。只是宋清河从来不是省油的灯，前世他既然能说服沈玄义分家，这一世有这么好的机会，他又怎么会放过？果然，没过几天我就收到了沈家分家的消息。沈玄义出府另居，选的宅子竟然和我家在同一条巷子，日日见到他，着实叫人糟心。没了沈玄义，沈老夫人和沈怀礼近乎没了底气。之前因为清乐发话，京中只要有些脑子的贵女都不与他们来往。好不容易沈玄义凯旋，还不等他们重振旗鼓，却闹出了分家的丑事。沈家婆媳彻底绝望了，就连沈怀礼也开始在朝中处处碰壁，被人针对。神奇的是，所有证据都指向沈玄义，他竟也信了。沈家狗咬狗的戏码着实好看，可不等我满意，沈玄义敏锐地发现了。沈玄义想出的解决方法是重新下聘，再一次迎娶我。因此闹出这些事不久后，沈家人齐聚一堂，来求我原谅了。沈老夫人亲热地说会把我当成亲闺女对待，阴柔说日后会手把手教我管家的诀窍。宋清河承诺以后会尽力侍奉我。沈家女眷主动低头，沈怀礼和沈玄义却无动于衷。怎么，求人原谅就是这个态度？沈大爷和沈二爷真是好大的脸。被沈玄义瞪了一眼后，沈怀礼才心不甘情不愿地道歉。可我只是笑笑，既没接受他们的道歉，也没同意嫁给沈玄义。荣叔，你戏弄我们？沈玄义勉强还能扯出一抹笑，试图拉扯我的手，眼中闪过一丝我看不懂的情绪。见我反抗，沈玄义眯起双眼，荣叔，事到如今你还想瞒到什么时候？我们早就同过房了，若是不嫁给我，你日后还能嫁给谁？他。沈玄义又挨了我一巴掌，却换了副嘴脸，这般自信昂扬，仿佛一切都尽在他掌握中的样子，像极了前世的沈玄义。前世，念头一出，我惊出了一身冷汗，却在下一秒听到他说，我们如果没有同房，我怎么会知道你左肩上有一颗红痣呢？他笑着看我，抓住我的手腕，轻声低语，裴荣叔，你也重生了是吗？我瘫坐在椅子上，嘴唇支支吾吾说不出半句话，眼前更是一片白雾。我和沈玄义青梅竹马，儿时他是待我极好的，年岁渐长后，互相藏了心事，却也是雷打不动的互相信任。他会舞剑给我看，会同我撒娇说伤口疼，也曾在我面前立誓，承诺将来建功立业，给我挣个将军夫人的诰命。经年累月的爱，直到经历一次死亡，再回忆起来也是疼得厉害。想到这，我捂住胸口，拔下头上的簪子，径直刺向沈玄义。我笑得癫狂，沈家所有人都可以对我不好，唯独你不可以。沈玄义，你真该死。他身手好，自然是没伤到要害。簪子被他夺下后，我被他框在怀里。荣叔，不管前世还是今生，我爱的从来只有你。你不知道前世你死了以后我有多伤心，我都快疯了。这一世你的身子只能属于我，我们从头开始好不好？他将脖子埋在我的肩头，语调轻柔，可我生不出一丝欢喜。我如果不答应呢？他缓缓抬头，目光在我脸上一扫，轻笑道，你会答应的，除非你不要岳父岳母的性命。他拍了拍手，随行的侍从脱下粗布麻衣，露出藏在手臂的刀剑，一个箭步冲上来，抓住了爹娘。荣叔，你信我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答应过要让你当将军夫人的。我嚼着将军夫人4个字，无动于衷。裴荣叔，你当真这么无情吗？为了你，我可是搬空了沈家的家底。沈玄义眼皮耷拉下来，露出几分委屈，就如年少撒娇时，伸手勾住我的手指。我闭上眼，狠狠甩开。够了，沈玄义，你真的以为我拿你没办法吗？他愣住，不明所以，却在下一秒看见裴家被禁军包围时，露出了沉重的神色。慎亲王逼宫了。
我提议的。前世我死后不久，慎亲王逼宫失败，最大的原因是沈玄义。这一世我虽然不知道沈玄义会重生，可为了逼宫成功，早就决定在今日将他困在裴家。误打误撞，这才发现他重生。双拳难敌四手，就算是武功高强的沈玄义，也在禁军的围攻下被生擒。我领头直奔皇宫，只见身穿黄袍和慎亲王有3分相似的皇帝浑身是血地倒在龙椅上。慎亲王和清乐郡主身穿盔甲，见我出现还特意招了招手。倒是沈玄义瞪大双眼，一会看向已死的皇帝，一会看向慎亲王，竟猛地喷出一口血。这怎么可能？你们居然是君！他双眼猩红，一眨不眨死死盯着我，配上嘴角的血迹，竟无端生出几分破碎的俊俏感。裴荣叔，你知不知道你做了什么？你是帮凶，是要被株连九族的乱臣贼子。没了皇帝当靠山，以我和清乐的交情，他几乎能猜到自己不会有好下场，脸色青白交加。可是沈玄义，乱臣贼子从来不是我们，慎亲王才是先皇遗诏里认定的皇位继承人，是当今皇帝趁乱伪造圣旨，又拉拢了臣子，才夺走了皇位。更是生怕慎亲王闹事，将他赶到封地，把清乐郡主留在京城，放在他的眼皮子底下看着。一人都说皇帝疼爱这个侄女，殊不知一切都是表象。清乐的夫君是皇帝的人，他的死是清乐一手促成。我本来不想迁怒他的家人，可师傅说的对，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。他说若是早些下手，他的孩子就不会没了。如今也该有5岁了。我冲沈玄义摇摇头，你看，薄情寡义的男人总是没有好下场的。之后朝堂进行了大换血，慎亲王的登基大典上，更是当众定下了清乐郡主皇太女的身份。作为他的师妹，我自然而然成了他的左膀右臂。我跌不过5品学士，封官时我的起点直接从3品开始。裴家门庭若市，成了新晋勋贵。与之相反的，沈怀礼不仅被夺了6品官职，沈家更是成了京中的边缘人物。知道我和沈家的龌龊，在京中几乎无人敢出手相助。沈玄义凄惨些，当日带兵胁迫我是事实，知道皇家心密，更是留不得。他必死无疑，只是他的死是我亲自动手。大牢很黑很脏，一股血腥味扑面而来，他蜷缩在地上，蓬头垢面，哪有昔日的风采。沈玄义，我来送你最后一程。我嘴角带笑，递给他一杯毒酒。前世他风光无限，这一世重生的晚，只能在地牢屈辱赴死。虽比不上我前世所经历的一切，可许是身份不同，心境竟也大不相同。见到这模样，我心里并未升起太大的情绪。可他盯着我的脸，眼角落下了一滴泪，举杯仰头饮下毒酒，对我说道：荣叔，不要忘了我。我蹲坐在大牢，听他说了不少过去的事，看着他慢慢变成一具没有呼吸的尸体，这才转身离开。本着从清乐身上吸取的经验，我把宋清河和他的孩子也送了下去。如今前世今生已然不同，我官居3品，是京城炙手可热的人物。爹娘偶尔提及一句婚嫁之事，却从不催我。清乐也问我，这一生还那么长，当真能忍受得住？他没忍住，所以养了面首。我为何不能养？听我说完，他又笑了。裴荣叔，你果然和我是一样的人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